各位道友有久等啦！今天我们要来讲庙会出场率非常高的七爷八爷，也就是谢范将军。那七爷八爷的故事，我相信大家应该算是偏熟悉啊。那既然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我们还要讲什么呢？那我今天呢就另外准备了几种版本，应该是大家可能比较没听过的谢范二将的神话故事，然后也收集了一些历史的相关资料，希望能借此更了解谢范二将的真实来历。那其实一直以来呢，关于谢范将军的神话故事我个人是一直觉得这个情节好像是不知道哪里怪怪的，好像少了一些什么，说不太上来。无论如何我们要继续讨论的话呢，还是来讲一下这个现今流传的版本。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古代的中国福州有两位结拜兄弟，一位叫谢必安，一位叫范无咎。他们两个呢是衙门的官差，但某一天两人因公出差，就在路过一座桥的时候，突然下起了一场大暴雨。那谢必安见到这个雨势实在太大，就说要回家去拿伞过来，要范无咎呢先在桥下等他。不料这谢必安回家之后呢，就突然发了怪病，倒地不起。而范无咎呢也依照约定在桥下焦急的等待。然而这大雨呢让河水不断的上涨，范无咎呢原本可以到别的地方去躲避，但他非常相信这谢必安一定会回来，因此他坚持遵守诺言，不肯离开桥下。那最终呢，范无咎是被暴涨的河水给淹死，因此呢他的脸色变成黑色。后来就在谢必安他的急症好转之后，终于可以起身了。他急忙赶回桥下，发现了自己的结拜兄弟已经溺毙，悲痛不已，于是就找了个地方上吊而死，随着他的兄弟而去。那死状呢脸色惨白，伸出舌头。当地的百姓呢因为要纪念两人因公殉职，于是呢塑造了二位的神像，将他们奉为信义的代表。不知道各位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这心里面的感想是什么？我是觉得很敬佩呢这谢范将军他们的这个信义的精神，还是觉得这故事情节有那么一点不合理的地方呢？这个大家先把感想保留一下因为我发现呢这则故事早就存在于一个古老的经典里面。我之前呢第一次读道家经典《庄子》的时候，我读到后面它有一篇的寓言，突然有一种既视感，好像在哪里看过这一段故事，但是当下呢一直想不起来。这则故事呢是这样的。古代有名男子，他名叫韦生。某天，他跟一位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然而这个随着这个约定的时间早就过去，这名女子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依照约定前来。不过呢，我想87%就是被这个妹子打枪放鸽子了。但没想到这个韦生是纯爱战士，心中坚信女子一定会前来。这时不妙的事情发生了，在他脚边的河水突然暴涨。韦生心想只差一步牵小手，泛滥成灾，我不走。但直到最后呢，那名女子还是没有前来，而韦生呢，则是抱着桥的梁柱被洪水淹死。讲到这里，想必各位能了解我当时的既视感从何而来。没错，就是谢范将军的故事，其实跟韦生极为相似，只不过一个描写的是兄弟之情，一个呢是男女之情。基本上，谢范二将的神话可以说是脱胎于韦生的故事。在后来一些古代典籍也都可以见到他们用韦生抱柱的这个故事来宣扬守信的精神。但是庄子里面这篇道直，他之所以会讲这个韦生的故事不但不是为了要赞扬他的信义，而且恰恰相反，是用来讽刺那一些被民生束缚、轻率赴死，而且不顾念自己宝贵性命的人。不知道各位心里的感想如何？是觉得这个故事呢宣扬了守信的美德，还是觉得呢在桥下吃等活活被淹死实在太不符合常理了？但是我想呢，应该也是有人不是那么满意先前那个版本的故事，所以呢，我有听说另外一种稍微不同的版本就是范将军呢，他其实是生怕大水会冲垮桥梁，所以呢避免桥上的百姓被洪水冲走，所以硬是在桥下撑着，最后呢才被洪水给淹死。这个版本强调了范将军他为了救人而死让他的牺牲变得有分量、有价值，也显得合理了点。我后来呢又读到了2种全然不同的神话版本，一个呢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也就是说谢范将军他是张巡、徐远麾下的将军。虽然说这个版本他是用了安史之乱这个史实当做背景，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呢，它还是有一点牵强附会的感觉。那我们来讲第2个版本。另一则故事呢，谢必安他成为了阶下囚，范无咎呢只是看管他的狱官因为这个年节快到了，谢必安他其实是个孝子他很担心家中老母的安全所以就问这范无咎能不能放他回去。
去。范无咎心一软了，就放谢必安回去尽孝。他们约好，就7天之后，谢必安要再自己回到牢里面。但是后来谢必安在回城的时候啊，因为不可抗的因素，耽误了那么几天。范无咎啊，就以为这个谢必安不守信用，就这么跑了。同时呢，又觉得这个身为狱官啊，自己失职了，所以就自尽而死。等到谢必安回来之后呢，发现范无咎因他迟到而死，自己呢也是非常内疚，跟着自尽了。这个故事呢，演到这边就启动了我的被动技能既视感。那我之前呢有做这个东岳石太保的故事，那里面呢有一位叫做孟元帅，在神话故事中呢，孟元帅他也是一位狱官，而且呢也在年节之前把犯人们都放回去过年。那最后呢也是自觉失职所以自尽而死。情节上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相似那虽然说神话故事啊有时穿凿附会在所难免，但是呢我还是希望能够追根究底，想知道是否还有更多关于谢范将军的其他的说法我想各位应该也是有听过所谓的黑白无常，就一对广为人知的阴间搭档。那因为黑白无常时常会被人拿来跟七爷八爷相提并论，所以呢我这边提出一个疑问，这七爷八爷跟黑白无常是不是指同一个神？因为呢如果他们真的是相同的神，那我们是不是能够从黑白无常的由来找到更多关于谢范将军的真实来历呢？要说到黑白无常，他们自古以来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勾魂使者，见到他们呢，就代表着死期不远了。之所以会叫黑白无常呢，是因为这二位的外形一黑一白，这方面呢正好跟谢范将军是很相似的。那为什么会被叫做无常呢？这无常2个字呢，本来是属于这宗教用语，是指这世间的一切都不断的在变化，不断的生灭。我讲我们人的生命呢，终究有一天是会走到尽头，也就是死亡。那人也总是会感叹着世间生死变化无常再加上呢，中国文化自古以来呢，对死这个字其实相当忌讳的所以呢，也会用无常这一个词来代表死亡。再说到呢，人类对于死后有世界这个观念其实是相当的原始的经考古的发现早在山顶洞人时期，他们就会留下给死者的陪葬品。推测当时的人就觉得死后是有灵魂存在的，因为陪葬品呢就是给这个死后的人使用的。在古代的观念也是如此都认为人死之后呢，灵魂会到另外一个世界不过无论是谁都是第一次死，大家都是菜鸡路都不认得那这些魂魄呢要怎么到达这另一个世界呢？这个时候呢就很需要有个谁来帮忙这些亡者的灵魂带路，也就是所谓的勾魂使者。那由于呢他们是听令于阴间的统治者，因此呢被认为是阴间的官吏到了后世死亡的替代词也就是无常这2个字，逐渐变成勾魂使者的代名词，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无常鬼、黑白无常等等。但是呢，在黑白无常正式登场之前早期的勾魂使者其实没有太一致的名字或是称呼。他们在一些古代文学作品出现的时候通常都只是被称为鬼使、鬼吏之类的，或是形容呢他们会穿什么样的衣服，在夜晚神出鬼没。但令人感到非常意外的在前期的这些文献里面所出现的勾魂使者，他们既不是穿黑色，也不是穿白色，而是黄色。光是在《太平广记》里面黄衣鬼差就出现了22次。这很可能是因为古人认为人死之后会归于地下，正所谓天旋地黄。黄色呢被认为是土地的颜色，所以当时的阴间使者时常是穿黄衣出现的。第二多的是穿红衣的勾魂使者，排名第3的才是黑衣跟白衣的使者。那其中的重点是呢，这黑白使者他们没有同场出现过而是各自分别出场了4次，不像是后来的黑白无常2位市长是一前一后的出现虽然如此呢，当时对于黑白使者的形象描述就已经有一些跟后来的黑白无常有些相似之处了，以及呢这个身材异常高大。它是用身长丈余来形容，粗略换算一下，大概有个200-300公分高。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古早时代记载的众多故事之中，这些勾魂使者的素质其实是参差不齐的。就如同人间的官差一样，有的执法公正，有的则是会收贿赂，故意去勾无辜的人的魂魄，或者是没有搞清楚状况就乱抓人的也有。这跟后来的黑白无常或是谢范将军，他们听命于阎王或是地方城隍，他们确实的执法那种刚正、嫉恶如仇的形象，还有一段差距。那到底我们所熟知的黑白无常要什么时候才会登场呢？就在清代纪晓岚所写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赫然见到一篇关于黑白鬼差的故事。
当时有个人呢叫做孙须传，他是在某户的人家当教书先生。那在某天晚上啊，家中的仆人端来了晚餐。那由于孙先生他还没有要吃饭，就叫仆人呢先把饭菜放在旁边的这个房间的桌上。仆人走之后啊，这孙先生继续低头。那忙到一半的时候啊，眼角突然瞄到了一个白色的物体，突然唰的一声闪进了旁边的房间里。他心里感到非常的惊讶。就在这个时候呢，又有奇怪的东西出现了。这是他确确实实的看到一个全身穿着黑衣、身形矮小的人也进到了旁边的房间。接着呢，就从这个房里啊传出一件很奇怪的声响。孙先生自此再也坐不住了，悄悄的也跟进了隔壁的房间。猛然见到一个白衣人跟一个矮小的黑衣人正狼吞虎咽吃着桌上的饭菜。孙先生见状大声呵斥。黑白二人啊见到孙先生也感到非常的惊讶。白衣人一溜烟的跑出了房间。孙先生见状往这个门口一堵，这黑衣人眼见啊无法夺门而出，只好缩在墙角。这个时候呢，怪事又发生了。这家的主人突然跑过来找孙先生，告诉他说：“我那重病卧床的母亲啊，刚刚说了一些奇怪的话。他说有阴间的鬼差要来带他走，但是呢，被孙先生挡住了去路。如果这个耽误了时辰啊，我母亲死后呢会受到惩罚。那请先生让一让吧。”这孙先生啊半信半疑，才一让出路来，那个黑衣人就窜出房间。随后呢，家中就传来了阵阵嚎哭声，主人的母亲呢也真的就去世了。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同时出现了黑衣白衣的勾魂使者，而且呢身高上呢白的高，黑的矮，已经跟黑白无常甚至七爷八爷有更多相似的地方了。只不过这一黑一白的勾魂使者在这个故事里面显得过于狼狈，竟然还会怕一个教书先生。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关于这一题呢，我们就要从古代关于活人走阴的记载来解释。那什么是活人走阴呢？古时候呢，扬州有一个很爱下棋的梁公，他曾经担任总督将军。而在辞职回乡之后呢，就喜欢带着棋盘跟酒到处找人喝酒下棋。某天呢，有个面容消瘦的男子站在一旁看着梁公跟人家对弈非常久。于是梁公就问这个男子，看他有没有兴趣呢，跟他下一盘棋。这男子呢非常高兴的答应了，而且他在下棋的时候极其投入。见梁公请他喝酒，他都不喝，就只顾着下棋，一直从白天下到晚上。那男子连起身去上厕所都没有，而且只要走错一步棋，他都表现得非常懊恼跟愤怒，整个人情绪不是很稳定。就在某场棋局走到一半时，这个从未起身的男子突然站起身来，跪倒在梁公的脚前，要梁公救救他。他说梁公的马夫正掐着他的脖子要他的命。梁公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家中是有个马夫没有错但人没有跟来，而且现场除了这名男子之外，他没有见到任何的其他的人。后来没想到这男子还真的就死在他的面前。之后梁公他回到家后一问之下，原来他的马夫已经昏迷2天了。隔天这名马夫醒过来，梁公呢马上要跟他问个究竟。没想到这马夫竟然说出了惊人的真相。他告诉梁公说，他其实是名走无常，能够穿越阴阳2界，大概每隔10几天呢，他就要到阴间一趟，担任勾魂使者的职务，勾摄人的魂魄到阴间。先前跟梁公下棋的这名男子，确实是他勾走魂魄的。这名马夫跟梁公说他是勾魂使者，但是呢，他却是一个活人，不是阴间鬼差。这个活人不但能灵魂出窍，还能勾取他人的魂魄，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呢，这个走无常正好就是要运用活人的特性因为古人认为我们活人都会有阳气，而在一般的情况下呢，离世的人他的身旁一定都是围绕着家属们嘛。这个时候呢，这个空间阳气就会非常盛，鬼差要来勾魂魄是不敢靠近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就需要有一个不怕阳气的活人来担任勾魂使者，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走无常。还有一种情况呢，有时候这个使者本身就是大贵人，或正直的君子，或是呢非常武勇的人。这些人自带的阳气也会非常的盛，一般的鬼差无法近身。所以这个呢就可以解释之前的故事里面，这个黑白使者为什么会怕教书的孙先生因为呢，据说孙先生就是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关于走无常呢，其实早在魏晋时期的《搜神记》中就有记载。里面说呢，当时吴郡有一位身为走无常的蒋氏妇人，她会听命于一位神秘黑衣人的命令，夺人魂魄。而到了清代呢，因为有众多文学作品的渲染之下，让这个活人走阴的走无常名噪一时。对古人来说无常是不祥的象征因为毕竟他们是负责勾魂的，见到他们呢，就代表自己或者身边的人要被勾走了。照理来说应该是避之唯恐不及才对，但后来的发展却正好相反。黑白无常呢，有了自己的神话，而且呢，还进到庙里面受人信仰膜拜，
传说白无常他生前呢家境贫寒啊，而且母亲呢染上重病，他听说百里之外有名医可以治病，所以就跑去求医，但没想到药才拿回家，他母亲早已去世，他非常悲痛的换上了校服，继续的狂奔，最终呢吐血而死。后来到了阴间啊，因为他的孝行被授予无常使者的职位所以当时的人认为白无常他其实是面恶心善的，而且还有一个传说啊，如果活人见到白无常，如果胆量够大，不害怕他的话，白无常反而会赠予这个人财物，并且呢他的高帽上会显示出一件大吉或是一件发财的字样。白无常呢他是以孝顺闻名，那后来的搭档这个黑无常却正好相反。传说黑无常生前是个好赌的不孝子，把家产都败光，后来被他的老父在气愤之下一时失手给打死。那黑无常死后呢，回到家中，见到老父每天非常的后悔跟痛苦终于大彻大悟。后来呢，到了地府去受刑，最终改恶迁善，被阎王授予抓拿恶鬼的职务。那因为呢，他都在夜半时分穿着黑衣执法，所以又被称为黑无常。那我们从当代的一些文献也可以发现当时民间确实存在对于无常相关的崇拜。在中国浙江一带呢，还有一种让子女认干亲的习俗，他们认的干亲对象就是无常，俗称叫做拜胡钱爷，其实就是无常爷的谐音。认无常为干爹是由于这古代的小孩要养大比现在困难很多，而无常呢又是阴间的勾魂使者，所以让家中的小孩拜无常为干爹，保佑他们平安长大。而在小孩拜无常为干爹之后每年的7月呢，父母都要带着小孩到庙里面呢，跟胡钱爷祭拜祝寿，一直到他们16岁为止。那我们纵观自古以来关于勾魂使者的记载，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七爷八爷的影子在。尤其是黑白无常跟谢范将军，他们无论是外形或者是职务上，都有很多相似之处。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是否能说这个黑白无常跟谢范将军是相同的神呢？先破个题我个人认为呢，这两个组合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画上等号的因为黑白无常呢，几乎是在整个华人信仰圈都可以见到他们时常被供奉在东岳大帝或者城隍庙里面。根据学者的研究谢范将军通常只存在于中国福建的信仰圈内，后来呢，只是经由移民传到了台湾等地，并且依照他们在庙里面的职位，称呼他们为七爷八爷即便是后来台湾在日本时代时也时常可以见到庙会上有七爷八爷的身影，甚至民间呢还有许多相关的衍生创作是非常受到欢迎的。他们甚至呢还有被邀请到当时的日本内地参加活动。我们可以在台湾日日新报上面看到相关的报道，里面写到了这义音社的谢范将军被邀请到了东京参加当时所举办的平和博览会的台湾日，还说呢要借重2位将军来吸引人气，近乎是人气吉祥物般的存在。不过呢，以现况来说有些庙宇也不是叫做七爷八爷而是称谢范将军为大爷二爷甚至在福建的安溪城隍庙里是被称作八爷九爷的。还在有些庙宇呢可以见到韩德卢钦2位将军，他们的形象呢跟谢范将军可以说几乎一模一样，但是在信众认知上呢也是不同的神所以说呢，不同的地方跟庙宇对于谢范将军呢可能赋予一种不同的意义跟认知所以呢，我认为谢范将军呢，他是源自于黑白无常没有错，但是呢，已经是另外一种诠释了。而黑白无常呢，又是源自于很古老的勾魂使者，在后来整个历史上的发展它都出现了自己的神话故事，还有地方上的信仰意义。所以呢，我们可以把黑白无常跟谢范将军看为是同一个来源，但是发展至今呢，已经算是不同的神了。那我们今天的故事呢，就讲到这边。这个是本频道的10万奖牌我们这个频道终于在前几个月突破了10万。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频道也是大概4年多了终于达到这个里程碑，算是蛮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那我预计呢，在这个影片上架的隔1周，我会开一场这个直播因为你看我这个都还没有拆封我来做一个线上拆封或者说大家有什么想要问我的问题，也可以到时候呢来直播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会在频道内再发布这个直播时间，大家有兴趣可以注意一下。拜拜。